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我有个很明显的感觉，就是最近大家的饮食习惯都越来越健康了。我也一直在研究怎么在主食里头加入一点粗粮。最近呢，正好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桂格的燕麦饭。它跟普通的燕麦片不一样，是专门煮饭的时候用的。我觉得燕麦这种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多吃点也挺好的。然后今天会做3个跟米饭有关的东西：梅干菜炒饭、沃带牛肉粥，还有一个米布丁。现在我们先来准备做梅干菜炒饭。首先我们要煮一大锅饭，因为燕麦饭是免洗的，在淘米之后再加入到淀粉包装。它跟米的比例在包装上有写，就燕麦和米是1:3，所以我放了1杯半的大米和半杯的燕麦饭。对了，燕麦饭里有这种白色的小圆片，这是特别加了钙的面粉片，口感软糯 Q 弹，还能顺便补个钙。就按正常煮饭的程序加水煮饭就好了。煮好饭之后拨一下，把梅干菜泡软，香菇也泡软，胡萝卜切丁，腊肠切片，也可以用肉末，小葱切葱花。泡过的梅干菜你看一下脏不脏，如果有沙的话淘洗一下，攥干水分之后切碎。泡软的香菇也是切丝。接着起油锅了，首先要把香肠放下去炒香，然后梅干菜碎放下去炒，梅干菜一定要在油里头炒过才香。香菇也是炒一下，还有胡萝卜丁。接着把头一天剩的饭放进去，再随便放点什么蔬菜，我放的是蚕豆，翻炒一下，炒到米饭都散开，加盐、白胡椒还有葱花，饭匀就可以出锅了。炒饭的时候放的这个油的量还蛮重要的，你要让饭的每一粒都裹上油，但是锅底又没有太多的油，油太多了吃起来会很油腻的。接着再来做个窝带牛肉粥，我是直接用煮好的米饭再来煮粥，也是一个消耗剩饭很好的方式。米饭放到砂锅里头，直接加开水，加几滴油，大火煮开之后就转小火。在等待煮粥的时候，准备牛肉，用牛里脊逆纹切片。逆纹的意思就是指垂直于牛肉生长的纹路，用牛的里脊口感会特别嫩。倒一点生抽、料酒、香油，一点白胡椒，还有一点玉米淀粉，用手抓匀腌制一下。煮粥的时候最好不要盖盖子，容易扑锅中间时不时去翻搅一下。那个粥的浓稠度看你自己喜欢了。在放牛肉之前，可以先在粥里头放2片姜。当粥煮到合适的程度之后，你就可以下牛肉了。注意下的时候分散一下，不要一整坨。这时候其实就可以关火了，粥的热度足够把牛肉烫熟，并且牛肉还会很嫩。接着加盐、加香油，牛肉变色之后搅散。这时候呢，趁热赶紧再打2个鸡蛋进去，盖上锅盖，让它焖一会儿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窝蛋。接着切一点芹菜粒，最好用我们本土产的这种香芹，细细的切碎，也是利用粥的热度让这个蛋焖到半熟。吃的时候牛肉和鸡蛋的口感都会特别滑嫩。上桌之前再撒一点刚才切好的芹菜粒进去。现在炒饭也有了，粥也有了，都是主食。再给甜党一个米布丁的做法，依然是煮好的饭放在小锅中，加牛奶，小火煮。牛奶容易糊底的，要不停的搅拌。记得几年前看《康熙来了》里头有一集有提到这种米布丁的做法，我已经忘记是哪个来宾讲的了，但这个米布丁给我留下蛮深的印象。在煮饭的时候可以放点红糖在小碗中，因为我用的是这种比较软的红糖，可以直接用手捏碎的，把它均匀的铺在小碗底。煮到这个燕麦饭都软了，也比较浓稠的时候，但是不需要像粥那么浓稠，把它倒入到搅拌机中，打得非常均匀细腻，然后倒入到铺了红糖的碗中，拿去冷藏隔夜，到第2天它会变得半凝固，类似于酸奶。好了，现在这个以米饭为主题的炒饭、粥还有米布丁都做好了。下次如果你们家里不小心把饭煮多了有剩饭的话，希望能够给你们一点灵感。最后呢，今天的节目会有福利我会抽出10位粉丝，每个人送1桶这样很适合全家人吃的桂格燕麦饭。我觉得自己吃或者送给爸妈都挺合适的。具体的抽奖方式我会写在下面的评论里头，大家注意去看。最后，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一笔头香蕉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